去年，村里的黄花菜滞销，每天都要销毁数千斤。周峰啊，咱村就指着你了。行，谢谢周峰。村民来求我，我帮他们找到门路，把所有黄花材都高价销售了出去。这是你的钱，点点。谢谢。但今年我却被他们指着脸骂脏心烂肺。大家听我说，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个挨千刀的，你给我挨千刀的，你给我拿回停下，都停下！周峰，你个脏心烂肺的吸血鬼，贪乡亲们的血汗钱，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说法？肖若萱，你在说什么？装，还在这儿装，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那周峰，那今年的黄花菜，我们就还按照去年的价格8块1。大家都听到了吧？8块1毛钱一斤，给我们的又是多少？8块一斤就挣了1毛钱。去年200多万斤，那可就是20多万啊！你真的贪了我们20多万？亏我们还对你那么感恩戴德，差点把你供起来。原来你心这么黑，连我们血汗钱都贪。小峰啊，九叔得说说你了，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了。去年你们求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啊！小峰啊，你可是村里唯一的硕士生，救救全村人的命吧！我家老头子就指着卖黄花菜的钱看病呢，如果卖不出去，可就完了啊！小峰啊，婶子求你了。王婶，您别这样。峰啊，棺材本都投在这些黄花材身上了，你只要能帮我们卖出去，我们可以给你3成当好处费。没错，4、6都成，可不能砸手里啊。是啊，能回本就行啊。去年要不是我，你们能把黄花菜都卖出去，能每家最少都赚个10多万吗？这么快就忘了吗？小峰说的没错，如果不是他，我们去年肯定赔得一分不剩，咱不能忘恩负义呀。话可不能这么说，事情一码归一码。周峰瞒着我们赚差价，那就是暗箱操作，就是黑心，是狼心狗肺。这笔账一定要和大家算清楚。没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要算账是吧？好，那我就跟你们好好算算。这是冷链车的费用单，这是人工费，这是折损费，这是打包费。你们知不知道这些费用有多少？这1毛的差价根本不够用。去年我足足掏了2万块钱才堵上这些窟窿。周峰，你可真能鬼扯，把自己包装的和圣人一样，还自掏腰包，你脑袋进水了吗？你觉得我们大家会信吗？我信。小峰这些账单每一笔都写有详细，怎么可能作假？你们都看看，每一笔都能对得上账。乡亲们，咱们可不要因为一点谣言就误会小峰了。我才不信呢！连进价18块1都对我们隐瞒造假，说不定这些所谓的账单也是造假的。周峰，必须把去年贪大家的那20多万吐出来，否则别想好过。退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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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块钱！钱都花在你们的黄花菜身上了，我哪有钱给你们？没钱？周峰，你不想给钱没关系，那我们就把你家里所有值钱的卖了来还钱。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周峰不是没钱，而是故意不给钱。他们家的微波炉是上个月新买的，折个几百块一点问题都没有。哎，他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也能值个几百，还有他们家的电视还是国外品牌，老值钱了。肖若萱，你这是怂恿他人非法入宅、非法抢劫，是犯罪，你知道不知道？周峰，你少吓唬人，是你先贪了乡亲们20多万，犯罪在先，我们这叫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老天爷来了，我们也占理。乡亲们，你们忘了去年怎么求人家小峰了吗？王老七说的没错，是周峰一直在帮我们，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吧？要不算了吧？算什么？要我说一码归一码，周峰对我们有恩没问题，但他贪了我们钱也是事实。没错，贪了的钱必须还给我们，否则他今天哪儿都别想去。你们这么干会遭报应的。报应？我呸！钱进了周峰口袋，他才要遭报应。
老七，你少在这装圣人，滚一边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小风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们要这么对他？哎呦，周大娘，您出来的正好。您儿子心黑，把乡亲们的保命钱都吞了。您要是真疼儿子，就劝他赶紧把那20多万吐出来。什么？多少？20多万！妈，我送你去医院。不用，妈没事儿。够了，不就是20多万吗？我退，我借钱也退给你们。小风，不能借呀！你还没娶媳妇儿，再借这么多钱，这辈子就毁了。妈，没事儿，相信我，我能解决。喂，老焦，去年说的那笔钱，我现在要用，对，急用。李叔，去年你家3万2000斤，3200块，拿钱。嘿嘿，对，一分不少。七爷，这是你的。小凤，这钱我不能要，我要是拿了，我这辈子都别想睡个安稳觉了。周峰，早这样不就得了？拿大家的血汗钱，你良心不会痛吗？风啊，咱们村你是唯一的硕士生，大家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其实心里都念你的好，但亲兄弟明算账，一码归一码，你也别怪乡亲们。明算账是吧？好啊。卸车！小峰，你这是干啥？车都装好了，咋又给倒出来了？你们不是嫌我赚了黑心钱吗？那从现在起，老子不伺候了。除了七叔家的黄花菜，剩下所有的黄花菜都跟我周峰再无半点瓜葛，哪怕他们烂在地里化成泥，我也不会多看一眼。他是不是疯了？妈，走，去市医院。妈，你小心点。小峰，你不能走呀！你走了，村里这满地的黄花菜可咋办啊？是啊，这不都说好马上要签今年的合同了吗？这菜都摘下来了，离了冷气可放不了半天啊！我的工作是种子公司研究员，不是黄花菜销售员。回村是看在乡亲们的情分上帮的忙。既然大家觉得我脏心烂肺，不领我的情，那我又何必在这里自讨没趣？至于合同，你们爱找谁签就找谁签吧。哎，我说小峰啊，不就是1毛钱吗？你至于跟大伙闹成这样吗？心眼也太小了吧！至于吗？刚刚你们就是为了这1毛钱，差点拆了我家房子，还差点把我妈气得心脏病发作。现在轮到你们就变成不至于了。我问你们，前年的收购商只给你们6块钱1斤，你们哪个不是客客气气把人家当财神爷敬着？你们有谁去问过他1斤赚了多少差价？你们敢去逼着他把他赚的钱吐出来吗？还有，你们现在就可以去周围的村子问问，不，你们可以去全省打听打听，看看有谁收黄花菜能给到8块钱1斤这个价。我说各位乡亲，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别说8块了，就现在这个行情，你们这些菜就算价格对半砍，能卖出去1半就得烧高香了。开车。完了，这下全完了。那司机说的没错，这么热的天，黄花菜摘下来，别说1天，半天就得蔫透。现在上哪儿找人收啊？好好的事儿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我们是不是错怪周峰了？若轩，这事儿全是你挑起来的。现在周峰走了，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可不是嘛！我的老天爷，这可是我们全家1年的指望啊！慌什么？
他周峰能卖，我就不能卖了。没了他，我们还吃不上饭了。我告诉你们，我不仅能卖，卖的价钱还绝对比他给的高，而且我1分钱都不会黑你们的。真的？若萱，你真有路子啊！我孙女可是大学生，这点本事还是有的。若萱，哎，快，赶紧让人开车过来，把这些货都拉走。怎么可能现在就拉走？我得先去找销售渠道才行。现找？那哪来得及啊？黄花菜可等不起。你这不是坑我们吗？别急，我早就想好办法了。县城里有个大冷库，咱们先把这些黄花菜全部焯水处理一遍，再拉到冷库里保鲜，起码能放3、5天。这几天时间足够我把这些菜高价卖出去了。喂，是城西冷库吗？我这有批黄花菜要存，大概200万斤。200万斤，量不小啊。这样吧，1天1斤，收你1毛钱的租金。什么？1天1斤就要1毛？那刚从周峰那里退回来的钱，用来交租金都不够啊，这哪行啊？大家把目光放长远点，1毛钱的租金算得了什么？我跟你们保证，这批黄花菜我至少能卖到9块钱1斤，到时候别说这点租金，你们每家每户都能多分好几千。都别愣着了，赶紧回家处理黄花菜，焯水、装车，运到城里去，等着发大财吧。大家伙儿听我一句劝，这黄花菜要是真那么好卖，去年咱们不至于到处求人嘛。我看啊，不如现在赶紧凑钱，去找小峰服个软，兴许事情还有转机。王老七，你就是个大老粗，懂什么？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互联网知道吗？只要有货，就没有卖不出去的道理。你这老古董，知不知道有句话叫凡事皆有可能？放着白退回来的钱不要，还巴巴的想让周峰继续赚差价，真是贱命一条。他就是傻，跟着若萱每斤能多卖1块钱呢，不比被周峰剥削强？哎呀，还是若萱有本事，有远见。你就是我们靠山村的致富胆头人，以后我们都听你的。那就赶紧行动起来，明天等着收钱吧。好嘞！小峰啊，你借了那么多钱，全都给了那帮白眼狼，这以后可怎么还啊？你还没娶媳妇，这债得背到什么时候啊？妈，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那20多万很快就能拿回来。很快回来？怎么回来？你工资才多少？那可是一大笔钱啊！妈，您看这个，这是去年的合同，可你不是早就把货给他们了吗？这是3年的长期合同，去年、今年、明年，导师那边都得按这个价格收我的货。但现在这个行情，别说8块1斤了，就算4块钱1斤，我到哪儿都能收到黄花菜。所以，您根本不用担心钱的事儿。整个县的黄花菜都在滞销，我想收谁的货就收谁的货，只要我愿意，别说赚回那20万，就算赚几百万，也不是问题。可是，为啥你的黄花菜能卖那么高的价钱呢？不都是一样的菜吗？妈，我那些黄花菜不是拿去市场上卖的，是供给一家研究机构的。他们用黄花菜提炼一种特殊的皂苷类物质，这种东西能抑制癌细胞，价值极高。这家机构的老板就是我大学的导师赵教授。当年我在学校时阴差阳错救过他一命，他一直记着这份情。所以去年我一开口，他二话不说就跟我签了3年合同，根本不在乎那点差价。呼，你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咱家翻不了身了。咱家不会翻不了身，但有人会。
咱们村里接下来可有好戏看。老板，你看看这货，1等品，新鲜的很，9块钱一斤，你要不要？多少？你说多少？9块，1斤9块。姑娘，你是来拿我寻开心的吧？9块钱，你知不知道现在黄花菜什么行情？什么行情？3块6最高价，这还得是你这货是1等品，新鲜度有保证的情况下，9块钱，你做梦呢吧？3块6，不可能，刚8块一斤我们都没卖。8块，谁收的？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哎呦喂，既然有这么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们怎么不赶紧把货卖给他？还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脑子有病吧？姑娘，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就现在这行情，3块6已经是顶天了。谁要是8块钱收，我的货都给他，再给他磕2头。经理，我们村的黄花菜质量真的特别好，您看这颜色，这新鲜度，绝对是市场上最顶尖的。我们想跟贵超市合作，价格嘛，8块钱一斤就行。8块钱一斤，肖小姐，你知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个村的村民来找我推销黄花菜？少说也有10几个村，他们给的价格最贵的也没超过4块，而且是新鲜的。你凭什么觉得你这些焯水的货能卖到8块钱？我们的货质量好啊！怎么证明？有鉴定证书吗？我们超市有稳定的供货渠道，所有的货都是通过严格检疫标准认证的，产品质量、供应量、配送时间都有保障。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放着稳定可靠的供应商不要，换你们这种3无产品？经理，那4块行不行？4块我们也卖。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增加供应商的打算，你们去别处看看吧。3块2，不能再多了。我们的原料供应商都是长期合作的，你们这种散货，我收了还得重新检测，麻烦。小姑娘，你在做梦吧？现在满大街都是黄花菜，4块钱我都能收到1等品，凭什么给你5块？我们1个月也就用个几百斤，你要是愿意2块5一斤送到，我可以考虑。这天都黑透了，若潇咋还不回来？到底有没有戏啊？别急，人家大学生肯定比咱们有办法，说不定明天就能发货了。我听若轩说，这回至少能卖9块，算下来我们家能多分好几千呢。我都想好了，拿到钱先买个4轮子，以后拉货方便。我早就说了，跟着若轩干准没错。周峰那个研究生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赶跑了？回来了，若轩回来了。若轩，怎么样？明天是不是就能发货了？多少钱一斤？9块还是10块？我就知道你有本事，快说说，合同签了没？是啥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啊。唉，若轩，到底咋了？你倒是说话呀！没人肯要。若轩，你可别和大家开玩笑啊！明天上午冷枪那边可就要收第2天的钱了。咱们得罪了周峰，1分钱没多赚，就要开始倒搭钱，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是啊，这放1天可就亏1天的钱啊！若轩，你别想着卖9块了，只要能卖8块2，比周峰多1毛钱，咱们就卖。别8块2了，能卖8块1，跟周峰一个价也成。还8块1，你们是想屁吃？我们跑了整整1天，腿都快断了。别说8块了，连给到4块钱的都没有。人家看我们这焯过水的菜，就跟看垃圾一样。这次咱们是彻底完犊子了。小若轩，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啊？卖给周峰，我们家家户户都赚得盆满钵满。现在为了你那句狗屁的多赚1块钱，我们连本都快亏没了。这笔钱你必须得赔。赔钱！今天不把钱拿出来，我们就不让你走。都别动！我还有办法。乖孙，你还有什么办法？你快说啊！大家别急，现在是什么时代？互联网时代，
县城才多大点地方，能消化多少黄花菜？咱们的眼光要放长远。县城里的人不识货，不代表网上的老板不识货。通过互联网，咱们的货别说卖到省城，就是卖给外国人都能做到。到时候别说9块，19块都有可能。真的假的？网上真能卖那么贵？对呀，还能卖给外国人？开玩笑的吧？那当然了，我可是大学生，这点门道还能不懂吗？肖若轩啊，你是不是想的太简单了？你以为直播带货是开个摄像头吆喝2声就什么问题都解决吗？就完全是在画大饼啊！不过，好像也只有这个办法能暂时缓解危机了。若轩，不对劲儿啊！这上面显示在线人数500多人，怎么来来回回都是咱们村这些人的头像在刷屏啊？该不会看直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吧？怎么可能？互联网面向的是全国，肯定是你看错了。那要不咱们试试？现在所有人都退出直播间，看看还剩多少人？退出！退出！没错，我们村应该就也有几百人了。我通知大家都退一下。你个肖若轩，你又在忽悠我们！折腾了1个多小时，嗓子都快喊哑了，结果1斤黄花菜都没卖出去，你这不是耍我们玩吗？不是的，直播是需要慢慢经营的，我以前又没播过，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有人气？得养号。养你个头的号！我们哪有时间等你养号？冷库里的菜最多再放4天就全完了，你赔我们的血汗钱！燕子，还我钱来！没错，就算气也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啊！我明明是想大家发财的，谁知道那些买家一个比一个黑，谁知道直播间里根本没人买呀！不知道，可你当初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是大学生有门道，说能卖到外国去。现在倒好，咱们全村人的血汗钱都压在冷库里，光租金每斤每天就要1毛钱啊！哎呦，我的天爷！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说能卖95.9块的？早知道这样就卖给周峰了！乡亲们，我真是出于好心，大家放心，我会尽量再想办法的。但你们也不能光指望我一个人啊，这是关系到大家的钱，你们也都想想办法吧，万一能找到出路呢？你这说的是人话吗？当初是谁不让我们把菜卖给周峰的？是谁说周峰心黑的？现在出事了啊，又让我们自己想办法了。这件事儿确实是若轩的错，但事已至此，不是还有4天时间吗？各家各户能托关系的托关系，能找路子的找路子，万一能解决问题呢？肖若轩，你最好这2天找到合适的买家，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大兄弟，新鲜的黄花菜3块8，不3块5成不？求求你买一些吧。3块5，隔壁摊子才卖3块1，你这都蔫了。那你说个价。经理，昨天不还3块5吗？怎么又跌了？现在全县的黄花菜都烂市了，1个钟头1个价，马上还跌。喂，老陈啊，我是靠山村老九。对。2块8。哎呦，那不是要人命吗？七叔，这一车一共3200斤，还是按照合同8块1。小峰，七叔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全村就我一个人的菜卖出去了，还这么高的价，那些人啊，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虎啊！七叔，这是你应得的。这车发走后，
咱们明天去隔壁的大槐树村看看，那边的支书跟我联系过了，说他们的黄花菜质量有保障。周老弟，谁能和你这样的人合作，那都是他的福气。可惜，你们村的那些人真是有眼无珠啊！凭什么呀？凭什么王老七那个死脑筋能卖8块1，咱们跑断了腿3块钱都没人要？算了吧，想想咱们是怎么对人家周峰的。肖大小姐，这么晚了，不在直播间卖货给外国人，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周峰，能帮帮我吗？周峰，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骗大家？8块1的收购价，这根本不可能！我跑遍了全县，连超市经理都说了，最高也就4块，你凭什么能给到8块1？肖若萱，你忘了吗？那录音不是你亲手录的吗？刘经理亲口说的话，你亲耳听到的，你还拿着它煽动村民来抄我的家来着，怎么又开始怀疑是假的了？不对，你一定是跟那些收购站、超市都串通好了，故意让他们不收我们的菜，压低价格报复我们，对不对？你就是不想让村里人好过。肖若萱，我该说你无知，还是说你有病？你以为我是谁？我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左右全省乃至全国的黄花菜市场。我听说你们不仅跑了收购站，还跑了地摊、饭馆。难道那些摆地摊的大妈、开餐馆的小老板，也都是我周峰的人？醒醒吧！黄花菜供大于求，这是市场逻辑。你什么都不懂，却为了那点可笑的嫉妒和虚荣心给村民画大饼。就是因为你，村里这次的损失至少上千万。肖若萱，你想好怎么赔了吗？周峰，周峰，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帮帮村里吧。我知道错了，我可以去跟村民说，让他们5块钱不4块5就卖给你，你甩手就能卖8块1，这一进一出你能赚几百万啊！到现在了，你居然还想把我当傻子耍？我现在去隔壁村，3块钱就能收到成堆的新鲜货，为什么要花4、5块钱买你们冷库里超过水的处理火？周峰，你不能这么绝情！绝情的是你们，滚出去！你这个害人精！打死他！肖若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冷库那边说了，明天要是再不把黄花菜拉走，就直接当垃圾清理掉。你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你赔我们钱！你当初说能卖9块的，现在1分钱都见不着！你今天不给个交代，你就别想走！凉了，这次黄花菜真的凉了，全村人的命都让你给做没了，你必须负责！打死他！我有办法！你有什么？我有办法！你还想耍什么花招？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就是，你是不是又想画个大饼，把我们当猴耍？不是的，这次是真的，我发誓，我真的还有最后一个办法。你所谓的办法就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往里搭钱，我们可再也上不起你的当了。烘干，我们可以把黄花菜烘干。冷库只是保鲜，最多放几天，但是烘干就不一样了。烘干之后，这些黄花菜就变成了干货，别说放1个月，放半年都不会坏。这样，我们就有大把的时间去找买家了。烘干，那得花多少钱？我算过了，咱们村这200多万斤的鲜货，焯水后重量会少一些，全部烘干的话，大概要30万。什么？还要30万？肖若萱，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先是让我们得罪了周峰，然后让我们花钱租冷库，现在又要我们掏30万去烘干，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村人的家底都掏空？就是！我看他就是个骗子！打死他！这笔钱我来出，我一个人出，不用大家掏钱。你们只要等着就行了。若萱啊，你糊涂啊！30万，那不是30块，你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啊？爷爷，我知道您有钱，您那笔养老钱，我知道您一直存着没动。不行，绝对不行！
那可是我的棺材本啊！爷爷，就当是借我的，1个月，我保证，只要1个月，我肯定能把这些黄花菜都卖出去，到时候连本带利还给您。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了。好吧，周老弟，说真的，这大槐树村也太偏了，路也不好走，真亏你能找到这种地方。偏是偏了点，但根据我之前的调查，这个村子是附近几个乡镇里在黄花菜种植上最用心的一个，而且水土好，而且这里也是最穷的一个村子，路不通，消息闭塞，他们的好东西更需要一个识货的人。王老板，您看咱们这山高路远的，您能来一趟不容易，但这价格是不是能再商量商量？林支书，2块钱1斤，不能再多了。2块钱，这连我们的本钱都回不来呀！回不来本，那就留着自己吃呗。我跟你们说句实话，今年这行情，黄花菜都烂大街了，城里3块钱都没人要。除了我王金，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还有谁愿意开几10公里山路到你们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收货？我把话撂这，我走了，你们大槐树村几10万斤黄花菜就等着烂在地里吧。行了，给你10分钟，跟你的村民们好好商量商量吧。支书，这可咋办啊？2块钱1斤，这1年的辛苦全白费了。是啊。我还指望着卖了这点菜给我孙子交学费呢，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我何尝不知道这个价是在喝我们的血？可是，今年这行情大家也都看到了。前几天我也带着样品去城里跑过，人家一听咱们村这么远，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除了这个王金，确实没人肯来了。唉，卖了吧，总比血本无归强。乡亲们。要不咱们再求求他吧，咱们一起求他，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们这么多人求他，他兴许能大发慈悲，哪怕1斤多给咱们1毛钱，也算咱们没白求啊。哎，大家就听海川的吧。王老板，我们求求您了，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全村老小全指着这点血汗钱过日子，您就当行行好。再多给我们一点吧。行了，别跟我来这套。我王金做生意说1不2，别说1毛钱，多给你们1分都别想。好，那就2块。看来这些泥腿子已经被我彻底拿捏了啊！这位老板，您带这么多车来我们大槐树村是有啥事儿吗？您就是林支书吧？我是来收黄花菜的。收菜的？哎呀，太好了，天不绝我们大槐树村啊！老板，只要您肯收，价格咱们好商量。您看，能2块1毛钱1斤收吗？老林，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2块钱都顶天了。现在的黄花菜就是烂地里的草，谁买谁傻子。林支书，你误会了，我不按2块1收，我给你们的价格是6块钱1斤。多少？6块？你他妈疯了吧？你这哪是收菜，你这是扶贫呐！老林，你们可别被这小子骗了，这世上哪有这种好事？6块钱收，他转手能卖给谁？这里面肯定有大坑，要么他是想骗你们的菜。要么就是想收了菜跑路，他就是个大骗子。老板，我也打听过，县里最贵也就是3块多，这2天眼看着还要跌，6块钱，这实在是太离谱了。这是正规的收购合同，白纸黑字，而且只要合同签了，我马上现场支付1/3的预款。老板，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谢谢恩人，救命之恩啊！林支书，
您快起来，您快起来，各位乡亲都快起来，这是正经生意，我可不信这一套。哼，合同虽然在这儿，但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合同不能马上签。我收菜也有规矩，我必须先看过你们家家户户黄花菜的品质，如果不达标，我可不会要。老板，您放100个心，我们大槐树村跟靠山村不一样，那帮人是懒汉出刁民。我们这儿的水土是全县最好的，日照时间长，种出来的花苞大，口感脆，果然是优质品。色泽金黄，花蕾紧实，没有开花，这是最上腾的等级。林支书，你们的品质没问题，合同可以签了。其实我选择大槐树村也是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明年开始，我打算在大槐树村设立一个试点，规模化种植一种我们研究室研发的高酵包黄花菜新品种。如果试点成功，我会和村里签5年以上的长期订单，保证你们的收购价始终高于市场价。真的吗？太好了，周老板真是大救星，菩萨转世啊！5年，这下不用愁了。师傅，您给看看这个干货大概什么品级，能卖个什么价？你们这货之前进过冷库吧？水分没排干，冷热一交替，里面的活性都死透了。你看这色泽发暗发黑，我看就是2级品都够呛，这撑死算个残次品，肯定卖不上价。师傅，那如果是2级品能卖多少呢？只要能回本就行。2级品现在市场上1斤30块左右。可你这是连等级都评不上的残次品，这种货连批发商不一定要，因为卖相太差，消费者一看就觉得是坏的，恐怕也就卖20吧。烘干费、人雇费、运输费，这么算下来，这干菜的价格居然还不如当初直接3块钱卖生鲜菜，折腾来折腾去还亏了。怎么会这样？小姑娘，你现在不算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种质量的货20也不见得有人要啊。我就说那冷库去不得，这下好了，生菜变烂菜，原本还能挣个烟钱，现在恐怕全砸手里了。不，还没走到绝路，还有互联网。既然实体店不收，我们就找网红带货，只要有流量，再烂的东西都能卖出去。若轩啊，爷爷最后那点养老金都填进冷库了。现在家里就剩这些钱，爷爷也实在是帮不了你了。爷爷，我不是来要钱的。乡亲们，这次是我卖掉黄花菜的最后机会。我联系上了一个大网红，人家带货一次几10万单，但请人家还凑钱。肖若轩，你当我们是提款机呢？这大半年我们存款全让你给折腾光了。就是，如果把我们的钱打水漂了，你拿什么还？你爷爷那破房子嘛，能值几个钱？你就算把你爷爷卖了，我们也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你还想让我们凑钱？除非先把前面的损失赔给我们。对，赔钱！行，你们不给钱是吧？那大家都别活了。我跟我爷爷家底儿都空了，就剩那2间破土房。你们要打要杀随便，但打死我，你们那几百万句铁画块就彻底成垃圾了。我要是拿不出来，我就不走了。大家放心，我这次找的人是专门做助农直播的辛巴达达，他粉丝500万，只要他开口，咱们这菜瞬间就能清空。辛巴达达，我刷到过他，带货确实挺厉害。上次卖苹果1个下午就卖了10万斤，要是他来的话，说不定真行。我这还有给孙子留的3000块红包钱。肖若轩，这是最后一次，要是再黄了，我非撕了你不可。肖若轩，钱我们能再出一次，但你今天要是拿不出个章程，我们可不能轻易给你。辛巴达达是1000万级主播，我联系过了，人家团队说了，只要咱们付得起20万坑位费，人家今晚就能把直播车开到咱们村里来。只要能请到他，咱们这200万斤黄花菜1晚上的时间就能全部清空。大家想想，20万平摊到各家各户，一家也就几千块，只要菜卖出去，每家能拿回好几万，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再拖下去会更麻烦。若轩说的对，现在黄花菜越来越难卖，再拖下去，真卖不出去就完了。
的是他。肖小姐，我辛巴达达带货向来谨慎，产品质量必须得过关。你们的质检报告呢？达达老师，您放心，这报告绝对没问题。我们靠山村的水土是最好的，这黄花菜全是1等1的品质。行，准备开播。来，家人们，看看我们靠这山村的据说是肖黄花菜。若轩花大价钱请来的，叫什么达达的大网红，说能带货呢，不会是骗子吧？这个人我听过，确实不是骗子。哟，这不是咱们市里回来的大研究员吗？怎么看到我们村发财，你眼红了？周峰，你之前不是断言我们的菜只能烂地里吗？看见没？人家辛巴达达老师一上线，几万单瞬间就出去了。就是离了你，我们照样卖大钱。我真不明白你们在开心什么。就算你们的黄花菜能评上2级，按照市场价折算成鲜黄花菜，1斤也不过3块钱，而我之前给你们多少？足足8块钱，1斤就亏5块钱，你们有什么可欢天喜地的呢？没错，这都是你害的。肖若轩，你真坑死我们了！我们的黄花菜已经全部售罄了，家人们太给力了，销量已经突破30万斤了，谢谢大家了。虽然卖的便宜，但总算是把村里的黄花菜都卖出去了，这事儿也算圆满解决了。妈，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小峰，怎么就没那么简单了？这不卖出去了吗？妈，你看那个网红手里拿着展示的样品，色泽金黄，花蕾没有一丝黑点，那是用刚采摘最顶尖的新鲜黄花菜直接烘干才能达到的质量。可咱们村的黄花菜呢？那是在冷库冷藏了5天的，烘干后不可能是这个质量，应该连2级品都难评上。肖若欣他们这种做法叫以次充好，虚假宣传。啊！现在的消费者不是傻子，一旦买家收到货发现不对，绝对会引发大面积的退单。再不错，就是直播卖有时间的，那是已经拥有买托风险的。到时候不仅货得回来，你有的卖货风险，多数还得赔偿那个网红。这种算是他的界面在侦测了。应该不会吧？肖若轩，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为什么发出去10万斤，退回来8万斤？网上全是骂我们是骗子的。大家辛辛苦苦打包熬夜，结果都退回来了，你又忽悠我们！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还我们的血汗钱！乡亲们，你们听我说，这不怪我啊，是那些买家故意找茬，肯定是周峰在背后买水军黑我们。肖若轩居然突然间闯入，被法务主管打断的。主管，您来的正好，您快跟村民们解释解释。解释。肖小姐，你看看这个，因为你们提供伪造的质检报告，以次充好，导致我们达达老师品牌声誉严重受损。根据我们签订的合同第3条，由于供货方欺诈导致的一切损失由你们全额承担，赔偿20万，否则法庭见。是我没说实话，村里的黄花菜早就坏了，连2级品都到不了。质检报告是我花钱买的假报告，求求你们原谅我一次吧。还想帮村里把菜卖出去了，我不是故意的。肖若轩，你真是个害人精啊2条路，赔钱，否则法院你自己选吧。好，我赔。这卡里有20万，您检查一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肖小姐，以后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接近20万的债，可怎么办啊？肖若轩，网红的事儿你是结了，咱们村的事儿还没完呢。
你答应大伙高价卖菜，现在还差得远呢。对，冷库里那30万斤干黄花菜，你必须帮我们卖掉。当然，我们也不是不讲理，价格低一些也行，但要尽快卖掉。你别想卷铺盖逃跑，从今天起，村里会安排人24小时盯着你，你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还磨蹭什么呢？快去找销路啊！哎呀，多亏了周老板啊，不仅把咱村黄花菜全给收了，价格还这么高。等这阵忙完，我高低得给我家婆娘添置个大彩电。可不是嘛，我准备把我那破摩托换了，也洋气一回。这是干啥呢？谁让你们来这儿修路的？是周老板，那位周峰周老板，他个人出资，要把你们出村的烂泥路全部改造成高标准的柏油大马路。这是真的？林支书，要想富，先修路，以后咱们长期合作。这路修好了，冷链车进出也方便。乡亲们，周峰老师用他自己赚的钱来帮咱们大槐树村修路啊！这大路一通，咱们子孙后代都不用再受穷了。大伙儿还愣着干啥？有力气的出力量，赶紧过来帮忙！周老板，您真是活菩萨转世啊！我们大槐树村一辈子记着您的恩情。对，谁要是敢对不起周老板，老子第一个砸烂他的狗头！林支书，快让乡亲们歇歇。修路这事儿有正规工程队，专业的活得专业的人干，大家盲目上去帮忙，反而容易出安全问题。那哪行啊！您发这么大善心，咱们坐着看，那还是人吗？这样吧，这深山老林的工程队的师傅们吃不上热乎饭，点外卖也送不到，我正计划建个临时厨房呢。如果大伙儿实在想帮忙，不如在村委会搭个临时灶台，帮大家伙做点热乎的饭菜，让师傅们吃好点。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妇女主任，赶紧带几个人去杀猪宰羊，把咱们村最好的腊肉拿出来。今天必须让工程组的师傅们吃好喝好。好。特级礼品黄花菜，1斤竟然能卖到55块钱，真是离谱啊！而咱们村那些5等级的垃圾，20块钱都嫌贵。哼，如果……别看了，再贵也是人家的，赶紧想办法把咱们那些黄花菜卖掉吧。你们知不知道，咱村那30万斤黄花菜，如果全部按照现在的特级品价格卖，我们能赚多少？最少也要500万啊！500万！500万？可咱们的货都超过水，还放发案了，怎么可能变成特级品呢？质检那一关根本过不去啊！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肯定能找到办法。如果真成了，咱们几个把这笔钱一吞，每人都能赚个100万。你们干不干？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干了！若萱，这能行吗？上回找那个大网红弄虚作假，最后被退货罚款。咱们可是刚吃了大亏，普通的土办法，质检部门一查一个准儿，哪是那么好糊用的？我知道，所以必须找最保险的办法。普通的硫磺熏蒸已经过时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一定有查不出来的技术。等等，就是这个。肖小姐，你们找我算找对人了。我这套是最新引进的生物高分子覆膜还原技术，不管你这菜放了几天，只要用我的高科技手段处理一下。我的天爷啊，这是神仙水啊！可不仅是卖相好，我这里面加了特殊掩蔽剂，普通质检机器根本查不出超标成分。只要你们买我的药水，这高科技绝对万无一失。你们这些货只要5万就够了。好，大伙儿去凑钱吧，我明天拿这些去检查，只要能通过，马上付钱。这不好吧？这可是骗人啊！
骗什么人？我们只是让黄花菜卖相更好看，又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是纯天然的黄花菜。可我别多想了，咱没有害人，只是想多赚点钱而已。今年收成都没了，你家孩子怎么上大学？还有他家孩子怎么讨媳妇儿？周峰，你以为你不收货就能把我逼死了？做梦去吧！等这些货卖了，500万到手，我马上离开这破村子。这品相色泽金黄饱满，干燥度也刚刚好，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特级品。张总好眼光，这可是我们村用最新科研成果培育出来的金丝特级黄花菜，专攻高端礼品市场。好，现在市面上全是堆烂货，难得见到这种极品。我先定5万斤，1斤按55收，没问题吧？没问题，张总爽快。那咱们现在就把合同签了。天爷啊！55一斤，每斤至少赚35，那就是175万啊！咱5个每人能分30多万啊！周峰那个自以为是的混蛋，还以为把我们逼死了，现在老娘赚的比他还要多。靠山村的黄花菜都那样了，这几个人怎么还跟中了彩票一样？你有什么事儿吗？刚刚是不是靠山村的人来推销黄花菜了？对，你怎么知道？我刚签了5万斤，货还不错，有什么问题吗？我也是靠山村的，我们村的黄花菜之前焯过水，还冷藏过，按理说做不出这种色泽。虽然这样品表面看挑不出毛病，但黄花菜是要入口的，马虎不得。我觉得等他们送货的时候，还是得把好关。行，多谢你提醒，小伙子，能留个电话吗？好。肖小姐，按照规矩，我们收购农产品得先看货，我们得现场抽样做个快速质检。张总，尽管查，真金不怕火炼。要是连这点自信都没有，我也不敢送过来。张总，这批菜不能要。怎么回事？张总，这批黄花菜多种有害成分严重超标，焦亚溴三钠和不明高分子化工掩蔽剂的残留量超过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整整几百倍，这根本不是什么特级品，这是毒干菜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定是你们的机器坏了，弄错了。我们这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精密检测仪，这上面超标的项目多达10几项，不仅是超标一点点，是严重超标。这种货你拿到全省任何一个检测机构都绝对通不过，谁卖谁坐牢。竟敢拿有毒的化工菜来骗老子！要不是把关严，老子的店都被你毁了！你们的毒垃圾，给老子滚！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们！喂，周峰老弟吗？哎呀，这次多亏了您啊！那批货真查出问题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真他妈的是作孽啊！几天又搭进去1万，肖若轩，都怪你！要不是你搞这种歪门邪道，咱们怎么也能回点本钱。现在好了，黄花菜成了毒药，连喂猪都没人要了。村里人要是知道这批菜彻底废了，非活剥了咱们不可。别慌，我们还没输，咱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冤大头可以找。谁还会收咱们的毒菜？周峰，去找周峰。你们忘了，周峰收村里的菜从来都不做质检，直接就拉走。而且这些菜原本就是靠山村的，他知根知底，绝对不会怀疑。对啊，我听说周峰收的黄花菜根本不是拿去市场卖的。他之前收货确实看一眼就过秤，如果周峰能把这30万斤烫手山芋全收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没那么乐观吧？咱们前些天把人家的家都给抄了，周峰现在恨死咱们了，怎么可能收咱们的菜？
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行。但如果是全村人一起出面呢？现在村民们都快急疯了，只要给他们一个狠狠的刺激，为了钱，他们都能把周峰当祖宗供起来。若瑄，还是你脑子灵。那咱们怎么让全村人都去呢？明天就是隔壁大槐树村通车的大日子，我听说他们会进城集体大采购，这就是最好的机会。让嘞！换新彩电喽！多亏了周峰老板，咱们村今年发大财啦！看新买的车，喜欢不？我的老天爷呀！原本俺家也想换大彩电的呀，如果没和周峰闹掰就好了。谁说不是呢？这些富贵本来全都是咱们靠山村的，现在全被隔壁村给抢走了。乡亲们，明人不说暗话。得罪周峰的事儿确实怪我，但周峰毕竟是咱们生养的，所以只要大伙儿今天一起出面，一定能把这个财神爷求回来。对，把财神爷夺回来。没错，把财神爷夺回来。周峰，各位叔伯婶子们，这是要拦我车啊！小峰啊，不，周老板，我们错了，我们真是猪油蒙了心，才会被肖若瑄那个小丫头片子给骗了，我们给您赔罪了。是啊，周老板，婶子不是人，婶子有眼不识泰山。周老板，求求您高抬贵手，就再拉我们一把吧。只要您肯收，就算比市场价低也没关系，我们都认。是啊，只要能把菜卖出去，换点钱给家里的老人孩子买米下锅就行啊！求求您救救我们吧！你们的致富带头人呢？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他挑起来的，现在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他自己倒躲起来，让你们这群老弱病残出来顶着。周峰，对不起，这件事全都是我的错，是我年轻气盛，是我虚荣心作祟，蛊惑了乡亲们，但乡亲们都是无辜的。他们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也真心悔改了，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对，我们再也不敢了。叔知道你是个好人，是我们错怪你了。小峰啊，你可是咱们村看着长大的孩子呀，就算我们做错了事，可这村里终究是你的根呐。小峰，你就当可怜可怜村里的老老少少，发发慈悲吧。这个慈悲，恐怕我发不了。你们为什么来这儿，我心里一清二楚。一来是你们那批过水的黄花菜砸在手里，马上就要血本无归了；二来是你们看到大槐树村家家户户换新车买家电，眼红嫉妒了，对不对？周峰，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家？乡亲们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指着这点收成过日子，他们真的不容易啊！再说了，你是在靠山村土生土长的，这里是你的家乡，难道你真能眼睁睁看着大家的日子过不下去，见死不救吗？是啊，我们是做错了，可谁家过日子还不犯点错呢？小峰啊，你总不能一棍子把我们全都打死吧？我们知道错了，也道歉了，你就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好啊，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我就知道周老板还是念旧情的，您就是我们靠山村的大救星啊！看在乡亲们一场的份上，你们那批货我收了，30块钱1斤。好，周老板。好。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你们那批货至少吃了不会有问题才行。哎呦，我还以为是啥条件呢，这个您放心，我们的菜就是焯水后放冷库里存了几天，看起来差了点，但绝对能吃。对，这个你绝对放心。可惜啊，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你们村的这批货不明化工掩蔽剂严重超标，说白了，这根本不是能入口的食物，是毒菜。小峰，我们的菜怎么可能是毒菜呢？是啊，小峰，
你如果不想收，可以直说啊，何必弄这些栽赃陷害的幺蛾子呢？我们可是诚心来求你的呀，你不能断我们的生路啊！我说的事儿千真万确，真正斩断你们所有生路，把你们的血汗钱变成一堆有毒垃圾的人，不是我，是他，萧若萱。不是我，他血口喷人，我什么都没干过。乡亲们，你们应该最清楚，咱们村的黄花菜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辛巴达达带货那次，人家的团队就已经帮咱们检测过了，2级标准都达不到，对吧？但是就在几天前，萧若萱和另外几个人拿着咱们村的货，跑到市里最高档的连锁礼品店去推销。他跟人家老板说，这是咱们村最新培育出来的金丝特级品。不仅如此，他还跟人家当场签了一笔5万斤的收购大订单。什么？5万斤的合同？这事儿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萧若萱，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他为什么瞒着你们？因为人家礼品店给的收购价是55块1斤，只这一笔订单，他们就能每个人净赚几十万。而为了能让咱们村的普通产品卖出特级品的天价，实现他以次充好的发财梦，萧若萱用一种非常规的工业药剂，把咱们村库房里那几10万斤黄花菜全都浸泡处理了一遍。所以是他亲手把你们所有人的希望都变成了卖不出去的烂货。打死他！老实交代，周峰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快说，是不是真的？大家别听周峰在这满嘴喷粪，他就是不想帮大家，顺便用这些瞎话来报复我。我萧若萱行得正坐得端，根本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药水。就是，周峰，你别以为你读了几年书就能在这儿指手画脚。我们库房里的黄花菜好得很，昨天看还金灿灿的，怎么可能有问题？是啊，我们一直在监督着萧若萱呢，她做不了手脚的。想证明我是不是在胡说也简单，现在就打个电话，让村里留守的人去库房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装，你接着装。萧若萱，那个叫魏明的人，你们几个应该不陌生吧？怎么不说话了？实话告诉你们，魏明昨天晚上就已经被抓获了，他涉嫌非法经营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是，他落网之后交代得很痛快，在他的账本和微信聊天记录里清清楚楚地记着购买那些违禁药物的记录、金额、时间、分量。你血口喷人，没有的事儿，那是正规的保鲜剂。萧若萱，动动你的脑子吧，你几个都被魏明那个老江湖给骗了。魏明前当面给你们演示处理的那批黄花菜，确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当时用的是一种极其昂贵的进口生物活性酶，那东西确实能完美处理无残留。但是那种药水非常贵，成本远远超过了黄花菜的售价，哪个傻子会用它去处理普通农产品？等你们交了定金，放松了警惕之后，魏明卖给你们的大货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科技生物酶，而是掺了大量工业硫磺和违禁防腐剂的科技与狠活。用那东西处理的黄花菜，就算是喂猪，猪都得中毒。萧若萱，都是你，今年的收获全泡汤了。萧若萱，你这个天杀的骗子，你可把我们坑苦了！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对。老嫂子，你这是整的哪一出啊？李老弟，各位乡亲，大家伙不用猜了。是我让小峰找的搬家公司，把我们家在靠山村的所有家当都拉出来的。以后啊，我就搬到大槐树村来住了。老嫂子，你都在靠山村住了大半辈子了，咋说搬就搬呢？是因为小峰赌气？赌气？王婶儿，你们太高看自己了。我们是因为喜欢大槐树村才来的，房子都已经打理好了。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从现在开始，我周峰还有我妈正式迁出靠山村。和靠山村再也没有半点瓜葛。既然你们觉得我脏心烂肺，赚你们的血汗钱，那我们走便是了。小峰，你不能这么绝情啊！当初是我们糊涂，被萧若萱这死丫头给蒙蔽了双眼。你回来吧，我们给你赔罪还不行吗？不必了，我导师赵教授的研究机构未来10年的黄花菜采购合同，已经在今天早上正式和大槐树村签下了，所以你们以后也不用来缠着我了。要不是你，那些钱
那10年的好日子全都是我们的。住手！打我你们都要去坐牢的。再说，就算你们把我打死了，黄花菜也变不成钱啊！萧若萱，不打你也行，但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事情是你挑起来的，全村的损失上千万，逼急了，我们可不管有什么后果。李叔、王婶儿，你们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吗？我承认这件事是我不对，但周峰又是什么好人吗？他周峰明知道撕毁合同的后果是什么，可就算我们要破产，他也没拉过我们一把。他是个斤斤计较、心狠手辣的畜生。我们不就是让他损失1毛钱吗？他却想看着我们全村人去死。还有大槐树村那帮穷鬼帮过周峰什么？凭什么我们村养了周峰几10年，最后他们享受成果？话是不错，但人家现在合同都签了，我们还能硬抢不成？硬抢当然不行，但你们别忘了，大槐树村建在山里面，而我们靠山村正好在大槐树村的下游，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要从我们靠山村的地界穿过去。只要咱们大家伙齐心协力，让大槐树村那些黄花菜运不出去，到时候周峰自然会乖乖的求我们。轩丫头，这样不好吧？这万一出了人命，这事儿就大了。是啊，这事我可不敢参与。我们已经辜负了小峰一次，不能再这样辜负他，这事我不参与。一群窝囊废，都被周峰那混账东西害成这样了，还怕这怕那的。小轩，他们不敢做，李叔敢，我听你的。谢谢李叔。周峰，这都是你逼我的，我要让你把吃进去的全都加倍吐出来，我要让你付出代价。王队，这大槐树村的土质确实不错，这批黄花菜的皂苷含量比去年靠山村的还要高出2个百分点。导师那边看到货，一定会非常满意的。哼，那是自然。可惜啊，你们村那些人真是有眼无珠。不好，爆胎了！没事吧？没事。妈的，吓死老子了！这好端端的新换的轮胎怎么会突然爆胎？这不是意外，这是有人想要我们的命。这绝对不是意外，普通的路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钉子？周老弟，这绝对是有人故意在路上使坏，这是要谋财害命啊！刚刚我们俩差点就摔成肉饼了。这条山路上，除了大槐树村，就只有靠山村了。能干出这种下三滥勾当的，大概率只能是靠山村的人。不过村里的大部分人我了解，他们是爱占便宜，但你让他们做这种事儿，他们也做不出来。估计又是萧若萱干的。白眼狼，自己把财路做没了，现在又看不得别人好，居然玩这种阴招。周总，咱们报警吧。这里是深山老林，根本就没有任何监控，只要钉子上没证据，就算有脚印之类的也没用，不好办啊。先换胎吧，这批黄花虾耽误不得，必须今天送到市里的冷库。有完没完？这是要活活困死我们啊！周峰，你以为你带着老妈搬走就能高枕无忧的当你的大老板了吗？我告诉你，做梦！我萧若萱不会让你逍遥快活的。周老弟，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啊！你有什么办法吗？我会想办法的。妈的，这一路全是钉子，最少撒了有3、4公里。我的司机们知道了，没一个敢再跑这条路的。分布的很均匀，间隔都差不多，这不是随手撒的，是有计划的。周老弟，我跟你说实话，这条路不清理干净，我没法派车。我手底下那帮司机，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再出一次爆胎翻车的事儿，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我理解。小周，合同上写的很清楚，交货期限还剩5天，研究所那边的提取实验已经排好了档期，原材料再不到位，整个项目进度都得推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赵老师，我这边出了点状况。小周，我信任你，但合同就是合同，5天之内货到不了，违约条款自动生效，我也没办法。小峰，你这是咋了？林叔，路被人撒了钉子，车队不敢跑。赵教授那边只剩5天了。谁干的？肯定是靠山村那帮孙子。没有证据，
我联系过治安局了，他们说这是区级道路，没有监控，铁钉上也提取不到指纹，暂时没法立案。县交通部门那边也说了，这条路不在县级管护范围内，让我们自己协调。那咋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菜烂在库里吧？林叔，你让我想想，给我一点时间。李叔，钉子撒了3天了，周峰那边有什么动静？嘿，我打听过了，他的车队一辆车都不敢出，全趴窝了。听说他那个什么教授还催着要货呢，5天之内交不了货就得赔钱。5天？他连路都走不了，50天都交不了。好，只要路不通，周峰的黄花菜就运不出去，运不出去就违约，违约就赔钱，赔了钱他就彻底完了。到时候大槐树村的合同自然就黄了，我们再趁机抄底。还是宣丫头你脑子好使，这招可比上次高明多了，神不知鬼不觉的。但这事儿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能说。被周峰抓到把柄，咱们可就不是赔钱那么简单了。你放心，打死我也不说。小峰，前2天半夜，我起夜的时候，看见李叔和肖若轩带着2、3个人鬼鬼祟祟往山上走，手里还拎着鼓鼓囊囊的布袋子。你说大半夜的上山，能干啥好事儿？七叔，谢谢你，这笔账我记下了。小峰，你可千万当心啊！那个肖若轩现在是啥事儿都干得出来的。乡亲们，山路被破坏了，周峰面临违约风险，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他就要赔偿巨额违约金。谁这么缺神？这不是要断咱们的活路吗？肯定是靠山村那帮人干的。上次偷偷摸摸来撒钉子，就被咱们发现了。就是。对，乡亲们，人周峰给咱们修了路，给咱们签了合同，让咱们过上了好日子。对，是。现在有人要害他，就是在害咱们大槐树村全村老小，咱们能答应吗？不答应，不答应。林支书，我在部队站了10年岗，守一条山路算个啥？我带头，24小时给他钉死，谁敢来撒钉子，我当场把他拎回来。我去，算我一个，我也报名。小峰，你别多想，你对咱们好，咱们自然对你好，这不叫报恩，这叫一家人。林叔，大家，我周峰何德何能？周老弟，别婆婆妈妈的，你就说一句话，这路咱们守不守？守。你们6个，第一组沿山路每100米一个点，3班走。明白。都别急，一个一个来。弟兄们，第1班岗出发。大壮哥，都守了3天了，会不会人家不来了？在部队我站过7天7夜的哨，这才3天，毛毛雨。你记住，越是觉得不会来的时候，就越容易出事儿。嘘！站住，别动！谁？你们干啥？我就是路过。路过？大半夜扛着1袋子钉子路过，你当老子眼瞎吗？这钉子不是我的，我捡的。我看路上有钉子，好心帮你们捡起来的。你自己看看，录得清清楚楚，你还狡辩？我那个，你们别声张，有话好说。今天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去，要是再敢来第2次，我把你绑了，直接送治安局。这段录像我已经保存了，你自己掂量掂量。
好悬，多亏了大槐树村的这帮爷们儿。这份人情，我周峰这辈子都还不完。怎么回事啊？大槐树村那帮人疯了，他们在山路上，每隔几百米就安排了人守着，24小时不间断。我刚撒了没几颗，就被他们当场抓住了。你被认出来了？认出来了，那个叫张大壮的退伍兵还录了像，说再去一次，就把我送治安局。废物，这点事儿都办不好。你行你去啊！那条路上全是人，一个蚂蚱蹦过去都能被发现。这事儿没法再干了。守路能守多久？他们总会累的。不好说，那帮人像打了鸡血一样，不像是随便守2天就撤的。张大壮拍摄的录像截图、爆胎现场照片、铁钉实物照片、冷链车维修单据。这件事性质很恶劣，蓄意破坏道路交通设施，差点造成人员伤亡。小周，你报警了吗？报了，但治安局说山路上没有监控，铁钉上也提取不到指纹，暂时没法立案。目前我们大槐树村的村民在自发守路，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你想怎么解决？我有2个请求。第一，在这段山路的关键位置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彻底杜绝这种事儿再发生。第二，请县里出面协调一下，明确这种破坏道路的行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形成震慑。哈哈，这下看谁还敢来撒钉子！有了这玩意儿，往后走夜路我都踏实了。有了监控，我这老胳膊老腿总算能歇歇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天守路，我还挺怀念部队那股劲儿的。大壮，你这是守路守上瘾了。放心，以后要是再有人找事儿，还得靠你。小峰，这下可以安心了吧？路的问题解决了，但这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啥意思？只要靠山村那边的人还心存侥幸，总会想出新的招数来使绊子。要彻底解决问题，得让咱们大槐树村强大到他们根本动摇不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林叔，路通了，接下来该做正事了。明天我约了一个重要的人来村里，如果顺利的话，大槐树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谁呀？明天你就知道了。完了，装了监控，咱们再也没法动手脚了。要是之前那段录像被翻出来，周峰，你狠！这上面说蓄意破坏道路设施要追究法律责任，该不会是说你们吧？哎，作孽呀！辛苦各位叔伯兄弟了，这些天风餐露宿，今晚好好吃一顿。好嘛，我就等着这顿酒了。守了快10天，馋虫都快把我肚子啃穿了。说实话，这些天虽然累，但心里头踏实，感觉好久没这么齐心协力的干过一件事了。可不是嘛，以前各家顾各家的，现在倒像是回到了生产队那个年代了。那是因为咱们大槐树村有了主心骨啊！来，弟兄们，这碗酒敬周老弟，没有他，咱们现在还在山里头啃红薯呢。敬周老弟！各位叔伯兄弟，这碗酒该我敬你们才对。这些天你们放下自家的活计，日夜守在这条路上，风里来雨里去，就为了帮我把菜运出去。这份情比这条路还重。我周峰在这里立个誓，从今天起，大槐树村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亲人。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大槐树村的每一家每一户都不会饿着。周老弟，够爷们儿！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们大槐树村的事儿，谁要是再敢欺负你，不用你出手，我们先收拾他。来，周老弟，我们大家伙敬你一碗。守住了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让大槐树村真正强大起来，强大到没有人能动摇。
赵老师，货已经按时发出去了。另外有件事我想当面跟您汇报，您明天方便来大槐树村看看吗？哈哈，我正想找你呢，明天见。各位叔伯兄弟，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一件大事要跟大家商量。咱们村现在靠卖黄花菜原材料，日子是比以前好了，但光卖原材料赚的都是辛苦钱，大头全被中间商拿走了。我的计划分3步，第一步，在村里建一座标准化黄花菜出加工厂，把采摘、晾晒、分拣、包装全部规范化，提升产品等级。第二步，跟赵教授的研究机构合作，建一个皂苷提取车间。黄花菜里的皂苷能抑制癌细胞，提取出来的价值是原材料的几10倍。第3步，注册咱们自己的品牌，线上线下一起卖，把利润留在咱们自己手里。小峰，你说咋干，我们就咋干。小峰啊，你说的都好，可建厂的钱从哪儿来？光一个加工厂，怕是就得上百万吧？咱们村家底薄，一家凑个100把块钱都费劲啊。钱的事儿，大家不用担心，我已经有了办法。明天会有一个人来咱们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谁呀？林支书，明天您就知道了。嚯，空气真好！小周，你这个地方选的不错啊。赵老师，欢迎您，一路辛苦了。辛苦什么？我早就想来看看了。你那份规划书我看了，写的不错，不过纸上谈兵可不算数，得实地看看才行。赵教授，久仰久仰，小峰天天提您，说您是他的大恩人。哈哈哈，大恩人谈不上，当年是他救了我一命，我欠他的才对。走吧，走，带我去看看你们的黄花田。小周，这块地的微量元素含量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尤其是硒和锌的指标，非常适合种植我们实验室培育的高皂苷品种。如果换上新品种，产出的稻苷纯度可以达到药用级别，价值至少翻5倍。赵老师，新品种的种苗成本高吗？种苗的事儿你不用操心，研究所免费提供，关键是加工和提取的设备投入。赵教授，那这个设备大概得多少钱啊？林支书，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乡亲们，我今天不讲大道理，就说几个数字。我们研究所决定出资200万，和大槐树村合资建设初加工厂和皂苷提取车间，村民们以土地和劳动力入股，不用掏1分钱现金，按比例参与分红。200万，不用我们出钱？天上掉馅饼了？这不是馅饼，这是投资。你们的土地、你们的劳动力都是真金白银，我投钱，你们投地投人，大家一起干，一起分钱，亏了算我的，赚了大家分。但有一个条件，所有种植和加工环节必须严格按照小周制定的标准化流程操作，质量是生命线，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赵教授，您放心，谁要是敢偷工减料，不用您说，我第一个收拾他。小周，你这孩子重情义，是块好材料，但做事不能只顾眼前。你心里一直放不下靠山村的事儿吧？不急，慢慢来，先把大槐树村做好，其他的事儿，时间会给你答案。大槐树农业科技加工厂，乡亲们，今天是咱们大槐树村历史性的一天。工厂建成以后，优先招聘本村村民，保底月工资3000块，加上种植收入和年底分红，每家每户的年收入最少翻3倍。3倍？1年能挣10几万？我种了一辈子地，
做梦不敢这么想啊！还愣着干啥？开工！开工！哎，人家那是大槐树村，咱们靠山村啥时候能有这一天啊？人家开工建厂了，那些本来全是咱们的。有啥用？后悔也晚了。自作孽不可活啊！我听说大槐树村工厂招工，你们说周峰会不会要咱们靠山村的人？人家凭啥要咱们？咱们把人家往死里整，现在倒想去人家那儿讨饭吃，这脸我丢不起。小峰，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工厂建设进度比预想的快，但咱们村的青壮劳力不够用了。工程队那边催着要人，说再不增加人手，下个月的工期就赶不上。差多少人？至少还得20-30个。咱们村满打满算也就剩几个老头了，实在凑不出来了。小峰，靠山村那边倒是有不少闲着的青壮年，你看，小峰，是不是在想靠山村的事儿？妈，瞒不过你，工厂缺人手，靠山村有的是闲着的劳力，但让我去请他们，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小峰，妈问你一句话，靠山村那些人确实对不起咱们，但那里面也有好人。王老七半夜给你报信儿的事儿你忘了？还有那些拒绝跟肖若瑄一起撒钉子的人，他们也没害过你。你能把他们跟肖若曦那帮人分开看吗？你爸活着的时候常说一句话，记仇的人走不远，记恩的人才能走到头。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们几个之前有没有参与过堵路、撒钉子，或者跟着肖若瑄搞过什么名堂？周峰哥，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参与过。当初肖若瑄叫我去堵路，我没去。你可以去问王老七叔，他能给我作证。我也没有，我还劝过我爸别跟着肖若瑄瞎闹，可他不听。我知道了，你们几个先进去登记，明天正式上工。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进了这个门就得守这里的规矩，好好干活，踏踏实实做人。谁要是再搞歪门邪道，立刻走人，永远别再回来。放心，周峰哥，绝对不会。好啊，周峰，你收买人心收到我们村来了，那行红字就是冲着我来的，你这是要把我彻底孤立。轩丫头，算了吧，周峰那边越来越强了，监控也装了，县里也站他那边了，咱们再折腾下去，迟早把自己折腾进去。算了，李叔，你算算咱们亏了多少？黄花菜的本钱、药水的钱、坑位费、罚款，加起来好几十万，这些钱就这么打水漂了，你甘心吗？不甘心。库房里还有20多万斤泡过药水的黄花菜，只要把它们卖掉，所有的窟窿都能填上，还能赚一大笔。那些是烂菜啊！上次在礼品店就被查出来了，你还敢卖？上次是本地查的严，如果卖到外省呢？送到那些管理不严的小市场呢？谁能查到我们头上？若萱，这可是要坐牢的。坐牢也比穷死强。色泽均匀，含水量达标，封口完整，这批没问题，可以入库了。小峰，我活了大半辈子，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大槐树村能开上工厂。你看这车间比县城的食品厂还气派。林支书，气派有啥用？关键是能赚钱。周老弟，第一批货啥时候能出？样品已经送到赵教授的实验室了，等质检报告一出来，马上就能发第一批大货。小周，
质检报告出来了，皂胺含量比上一批高出了15%。按照这个品质，我们的收购价可以从6块调到8块。8块？赵老师，您确定？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这个数据我给团队看了，他们都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黄花菜皂苷原料。小周，你这个地方选对了。乡亲们，我们成功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黄花菜通过了最高等级的质检，收购价从6块涨到了8块1斤。8块1斤呢！发了，这回真发了！卖原材料永远是最低端的，只有做品牌、做深加工，才能把利润真正留在村民手里。您看，这是我们的特级黄花菜，产地在大槐树村。我们的黄花菜都是自然晾晒，无任何添加剂。包装不错，定位也精准，我能尝一下吗？请。口感很好，没有一般黄花菜的涩味，而且花瓣完整度很高。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采用低温慢烘工艺，全程不添加任何化学剂材，从采摘到成品不超过12小时，最大程度保留了黄花菜的营养和口感。周总，这样吧，我先下5000斤的试销订单，铺到我们华东区的30家精品门店。如果试销效果好，我们全国300家门店都可以上架。请说。周总，我是做月子中心的，黄花菜是我们月子餐的核心食材，我们对品质要求非常高。你们这个产品有没有相关的检测认证？这是我们的全套质检报告，有机认证，产地溯源证明，还有与省农科院合作的稻苷含量检测报告。周总，我们谈谈长期合作的事儿吧。深山小村的逆袭，大槐树村黄花菜闯入高端市场。68块1斤，我库房里那20多万斤，就算卖10块钱1斤，那也是200多万。乡亲们，安静！今天是咱们大槐树村有史以来最大的喜事儿。工厂投产半年，加上种植收入和品牌销售分成，现在正式给大家发放第一笔分红。我念到名字的上来领。张大壮家种植收入加工厂工资加分红，合计42600块。42000，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王德福家合计38200块，李翠花家合计29500块。好，18000。18000，我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多亏了你呀！奶奶，您别这么说，是大家伙自己挣来的，我只是搭了个台子，唱戏的是你们。我要给家里换个大彩电，我要翻新房子，我要买辆小汽车。欠了47万。若萱，咱们是不是该认命了？该赔的赔，该还的还，就算砸锅卖铁慢慢还也行啊！别再折腾了。认命！李叔，你知道47万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我爸妈在外面打工1年才挣3万块，这些债要还到什么时候？10年、20年？那你想怎么办？
库房里还有22万斤货，就算10块钱一斤卖出去，也是220万，还了债，还能剩170多万。你疯了！那些菜都烂透了，上次一次冲好都被发现了。上次是本地周峰盯着才被查出来的，如果卖到外省呢？卖到那些管理不严的小农贸市场呢？重新换个包装，换个名字，谁能查到咱们头上？若璇，这是犯法的，要坐牢的。李叔，你欠了多少？你那20万的外债靠什么还？靠你家那3亩旱地吗？你儿子马上要结婚，彩礼钱你凑齐了吗？我不会让你白冒险，事成之后你分30万。你说怎么干？我之前在网上联系过一个专门收这种货的人，外省的，做了10几年地下生意，手段很干净。明天我跟他接头。喂，是刘老板吗？我这里有一批特级黄花菜干货，量大价优，你有没有兴趣见面谈谈？你就是电话里说的那个小肖老板，挺年轻啊。货我带了样品，你先看看。卖相不错，金灿灿的，颜色很正，比我平时收的那些货强多了。多少斤？22万斤，15一斤。哼，小肖老板，你这是第一次跟我打交道，我跟你交个底，我做这行10几年了，收货从来不问来路，但价格得按我的规矩来，10块。10块太低了，这成色你自己也说了，比你平时的货好。大叔，成色好不好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在我手上出得去是另一回事儿。你们要是能走正规渠道，还用大半夜跑到这儿来找我？10块可以，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全部现金交易，不走任何银行账户，不留任何转账记录；第二，货从我库房拉走之后，跟我再没有任何关系。你卖到哪里，怎么卖，我不管，你也别来找我。嘿嘿，小肖老板，爽快人，这2条本来就是我的规矩。成交。老板，这货味儿不太对呀。少废话，搬你的货。叔叔，22万斤，10块一斤，220万，一分不少。合作愉快。若璇，咱们这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路是我自己选的，走到黑还是走到头，都是我的事儿。手脚麻利点儿，这批货我已经联系好下家了，后天就得出完。老板，这货味儿真大，用了啥东西处理的呀？让你干活没让你闻，少废话，多干活，多出一句嘴，扣你1天工钱。这个牌子没见过，不过有绿色认证，应该不错，还挺便宜。这批黄花菜便宜，多进了点，以后黄花菜炖鸡就用这个。说好的，你的30万，剩下的190万里还了47万的债，
我还剩140多万。若雪，这钱我总觉得烫手，万一什么？货已经到了外省了，隔着几千公里，谁查得到？你拿着钱回去，赶紧把债还了，给你儿子把彩礼备上，以后好好过日子，什么都别想。若雪，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就行了吧？你说呢？这个黄花菜味道不错，儿子，你从哪儿买的？网上买的，说是特级黄花菜，还有绿色认证呢。爸，你怎么了？我肚子疼得厉害，浑身没劲儿。医生，我爸突然上吐下泻，人都快站不住了。老人今天都吃了什么？正常吃的饭。晚上炖了黄花菜排骨汤。黄花菜带来了吗？带了，就是这个。医生，我老婆也是吃完晚饭就开始吐，一直吐到现在。医生，怎么会这样？明明写着绿色食品，怎么会这样？小刘，你发现没有？这几天光我们科就接了10几个急性肠胃炎的病号，症状几乎一模一样，剧烈呕吐、腹泻、嚼门严重超标，而且所有人问病时都提到了同样东西——黄花菜。昨天送来那个老爷子情况最严重，到现在还在抢救。通知疾控中心，疑似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请求介入调查。主任，您看这个焦亚硫酸钠超标400倍。这些食物本身没有毒性，只是这些食物内部已经腐烂了，大量服用会导致肠胃不适。所有样品数据一致，说明来自同一批货源。立刻启动食品安全应急响应，通知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排查，重点追溯包装标注精选特级黄花菜的产品。刘德彪，这里的货物涉嫌食品安全问题，请配合调查。同志，肯定搞错了，我做正经买卖的。焦亚硫酸钠超标400倍，已有多名消费者吃了你的烂菜爷子进了医院，这就是你的正经买卖？刘德彪，这批货从哪儿来的？如实交代。我全说，这批货不是我的，是一个叫肖若萱的女人卖给我的。她在靠山村，是她主动联系我的，说有一大批便宜货要出手，让我别问来路。她骗我说货没问题的，我真不知道。有证据吗？手机里有通话记录、微信聊天、库房照片和定位。她要求现金交易，但我取钱的银行流水都在，220万，分3次取的。立刻调取手机数据和银行流水，同时发协查函到靠家村。你好，我要举报一起食品案件，嫌疑人是靠山村的肖若萱，我手里有他此前使用烂的黄花菜以次冲高的质检报告和证人信息。各组到位后报告。1组到位，2组到位，3组到位，行动。肖若萱，你因涉嫌违规生产、违规销售、不符合市场要求的食品，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你们不能抓我！你们搞错了！带走。
李叔，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若轩，第一，刘德彪的供述只认你为直接供货人。第二，你和刘德彪的微信聊天记录、交易数量、价格、时间、地点一清二楚。第三，银行流水3次大额取现，时间完全吻合。第四，此前礼品店的质检报告检出物质与本次中毒式事件完全一致。第五，截至目前，7名消费者入院治疗，仍未治。不可能，只是吃一些烂的黄花菜，怎么会这么严重？我只是想卖掉那些货，我只是想赚点钱还债。你明知黄花菜有问题，仍然销售牟利，你这是自私自利，忽视他人生命安全。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不想输给周峰，我只是想把债还了。没想害人，不代表没有害人。法律看的是事实和结果。小峰，小峰，肖若轩被抓了，你不高兴吗？妈，我高兴不起来。那个去世的老人63岁，他的家人说他就是晚饭喝了碗黄花菜汤，1碗汤1条命。肖若兄是该被抓，但那些被害的人，他们有什么错？小峰，该你做的你都做了，不该你扛的别往身上揽。有些结局从贪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土壤也要取样，送检看看有没有污染。根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靠山村库房内残留的涉案农产品全部予以查封销毁。即日起，靠山村所有农产品在未取得新的质检合格证明之前，不得上市流通。靠山村，就是那个卖毒菜的村吧？不收不收，你们的菜白送我都不敢要，万一出事儿我也得吃官司。对不起，上面有规定，靠山村的产品一律不进。别买他家的，他们村就是出毒菜那个村。小刚，你也要走？婶子，留在村里能干啥？菜卖不出去，工也打不了，名声都臭了。我去沿海那边的工厂看看，好歹能养活自己。当初周峰给8块1的时候，我们怎么就不知足呢？如果不是我们贪心，如果不是我们赶走了周峰，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叔叔婶婶们，我今天把大家叫到一起，是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靠山村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能全怪萧若轩一个人。当初他搞那些歪门邪道的时候，咱们有人跟着起哄，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明知道不对还是收了好处。是我们自己的盲从，一步一步把靠家村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但日子还得过下去，菜卖不出去，年轻人全走了。照这样下去，靠山村迟早变成空壳村。我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去找周峰。小军儿，咱们把人家害成那样，人家凭啥帮咱？脸都丢尽了，还好意思去求人家？我不是去求他可怜我们，是去当面认错。该道的歉必须道，该低的头必须低。至于他帮不帮，那是他的事。但这个态度，我们必须拿出来。小军说的对，该认的错就认。我当初也说过周峰的坏话，这笔账我认。去吧，就算被人家轰出来，也比窝在村里等死强。那就我代表大家去，成不成，我都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过去的事儿是靠山村亏欠你的，堵路、撒钉子、造谣重伤、忘恩负义，这些账我们认。焦若轩犯的法他自己担，但村里其他人做的那些混账事儿，不能装作没发生过。向你道歉，周峰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靠山村还有没有救？赵小军，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问。靠山村的土变了没有？靠山村的地还是那块地，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股水，土壤里的矿物质含量跟大槐树村的差不了多少，适合种高品质黄花菜的条件，靠山村一样也不缺。靠山村的土没有变坏，是人的心变坏了。如果人心能正过来，靠山村永远有救。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帮，但有3个条件。你说。第一，靠山村必须成立正式的农业合作社，账目公开透明，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都有据可查。以前那种一言堂糊涂账的日子，到此为止。行。第二，所有种植环节必须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操作。我派技术员驻村指导和监督，任何人不得私自使用未经批准的化学试剂，谁违规立刻终止合作，没有第二次机会。行。第三，靠山村出产的黄花菜，头3年必须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供给大槐树村的加工厂。这不是欺负你们，这是补偿。靠山村之前的所作所为，给大槐树村的品牌和声誉带来了潜在风险。这3年的差价，就当是你们为过去的行为买单。3年之后，品质达标，按市场价正常结算。周峰哥，你就是给我们10个条件，我们也认。只要你肯拉我们一把。乡亲们，从今天起，合作社正式运行，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全部上墙公示，谁都能看，谁都能查。以前那种稀里糊涂的日子，彻底翻篇了。好消息，土壤检测合格，没有受到深度污染。咱们的地还能种。记住，从今天起，你们不是在种菜，是在种信誉。靠山村的名声要想翻过来，靠的不是嘴皮子，是每一斤菜的品质。以前是我糊涂，以后我肯定踏踏实干，再也不谈那些有的没的了。种的不错。照这个标准管理下去，3个月后就能看到成效。周峰哥说过一句话：靠山村的土没有变坏，是人的心变坏了。现在心正过来了，土就还是那块好土。小峰，这个月是第几批大货了？第6批。陈总那边的连锁超市追加了订单，月子中心那条线也稳定了。这个月的出货量比上个月涨了30%。好啊，好啊！小周，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皂苷提取实验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的抗癌新药已经进入了临床实验阶段，初步数据非常理想，对某些类型的肿瘤抑制率超过了60%。赵老师，真的？当然是真的，这里面你们提供的原材料功不可没，你们大槐树村出产的高皂苷黄花菜，纯度和稳定性在全国都是最顶尖的。下个季度原材料的需求量要翻1倍，你那边供得上吗？赵老师，您放心，供得上。好小子，我就知道没看错你。哎呀，看见没？我张大壮也有车了。行了行了，你都绕8圈了，不嫌晕啊？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品质评定1等品。乡亲们，我们的黄花菜通过质检了，1等品。到底是等到这一天了，到底是等到了。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授予大槐树村周峰同志全县乡村振兴先见个人荣誉称号。周峰同志扎根山村，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不仅带领大槐树村实现了黄花菜产业的转型升级，创立了大槐树优质品牌，还以博大的胸襟帮助靠山村走出困境，重新出发。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情怀。小周，你用自己的知识和坚持，不仅带富了一个村子，还挽救了另一个村子，你是我们全县的骄傲。谢谢领导。各位领导，各位乡亲，这个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大槐树村每一个守路的村民的。那些大半夜不睡觉蹲在山路上，就为了让我的货车能安全通过的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大槐树村。他是赵教授和他的团队的，是他们的信任和投入，让大槐树村从卖原材料变成了卖品牌、卖技术。他也是靠家村那些知错能改的乡亲们的，他们走过弯路，跌过跟头，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重新把日子过起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用心对人，最终都会有回报。小芳，九叔没脸见你，若曦害了你，害了全村人，也害了自己，九叔对不起你。九叔，您别这样。九叔，您别说对不起，您从小看着我长大，我小时候过年到您家拜年，您每次都偷偷往我兜里塞压岁钱，5块10块的，我到现在都记得。若轩的事儿，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但您是我的长辈，这一点从来没变过，以后也不会变。小芳，九叔就求你一件事儿。您说。若轩在里面要待好多年，九叔腿脚1年不如1年了，看守所那么远，怕是走不动了。你能不能逢年过节的时候帮九叔去看看他？九叔，我答应你。好，九叔，谢谢你。爷爷。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学会放下。放下恨容易，放下遗憾最难，但路还是要往前走的。乡亲们，这块碑是我特意请人刻的，“思源”2个字就是提醒咱们吃水不忘挖井人，咱们能有今天全靠周峰。但更重要的是，咱们要记住，做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儿。林支书说的对，没有周峰就没有大槐树村的今天。张大壮家合计87300块。哈哈，今年够换辆好车了，我看上那个黑色的了。王德福家合计76200块。周大婶，你儿子可了不得，全县的大功臣。他能有今天，也是大家帮衬的。乡亲们，这是靠沙村重新开始的第一步，量不大，钱不多，但这是咱们踏踏实实挣来的干净钱。3年之后，咱们也能像大槐树村一样。我信，这回我是真信了。小峰，你说人这辈子图个啥？妈，图个心安。